好久没有开箱了，今天来跟各位开箱一下这个大疆的运动相机 Osmo Action 4啊。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Action 4？Action 5已经出来了，为什么还要买这个旧型的？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便宜哦。那相差来讲的话，以台湾的售价差大概是台币大概5000块。那我今天买的是这个 combo 的哦，就是说有这个自拍杆，还有电池加2颗，还有电池这个充电盒哦，还有这个快拆的这个有加一个好。那我们现在来拆箱看看。那这个有一个赠品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原本以为他送 128G。速度是够拍 4K 的，因为我的影片都是拍 4K 的。那收到的时候才小小的失望一下哦。原来就是这个也不能说他骗我啦，就是这个它最高只可以拍到这个 Full HD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Full HD， 大概是1080而已。那变成说我又要去买一张再买一张这个快速的高速的这个 Micro SD 卡速度比较快，可以拍 4K 的各位可以看到这里4K HD 的那随后我觉得还少了一个套件那我又加买了一个副厂的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泰讯的这个背带就是骑摩托车、骑脚踏车，或者是我们要做拍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背带随后我们也可以来开箱看看。好，那首先我们就来拆这个。好哇，把它撕开，撕开，看看到底。哇，还蛮紧的，哇！好，那依序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应该就是这个它的本体，右边是它的配件那首先我们把配件抽出来，好，再来是本体抽出来，那底下还有自拍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样是大疆的 Pocket 3它专业的定位是那个 Vlog 拍摄机，来看看这个这同样的这个也是 combo 套装的它有个细心的袋子那因为这是我朋友的那我就没有开箱，我们拆开这个里面看有什么。那可能有一些配件。充电的设备它没有提供给我但是这个是这个麦克风这是本体麦克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池扩张的电池小型的三脚架还有一个也是扩充的 C 型座。那这里我们把这个袋子拿开，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它的配件是这样。那还有一个保护壳保护壳拆开之后，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本体。这里还有一个柔光镜，这里有一个那个广角镜，这是它所有的配备。那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把这个 DJI 的Action 4比较看看，那一个是定位为这个运动相机所以它极限运动了那这个是专业定位的 Vlog 机那它这个结合也其实也蛮简单的，像这样，这里下面有一个插槽注意这个卡扣也要再按下去。那释放的话由这里释放就好。当然的电池的话可以沿用。再来是接这个脚座三脚架，把它锁进然后拆开的话就一按就可以拆开了。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 Action 4运动相机以及这个 Vlog
的专用机 Pocket 3，它们之间的画质的差异。那当然，在运动相机 Action 4身上，它的 CMOS 只有1/3英寸，而 Pocket 3是1英寸的大底。以这种微小装置来讲的话，当然是底大一级会压死人。那各位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在夜景有灯光的情况之下，而且还算是很明亮。那 Pocket 3的1英寸底确实表现得不错。那 Action 4也还可以，可是画面上虽然没有出现很多噪点，可是实际上这个进光量的不足以及色彩数也有差异。那成像的品质略微有涂抹感，有一点模糊跟涂抹感。那当然这个也有开启这个 Action 4的这个夜景模式。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的，就是不管是延时的摄影也好，或者是慢动作等等，它这个画质就是比较起来还是这个 Pocket 3为主。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稳定度的部分。那 Pocket 3它有这个3轴稳定器，而 Action 4只有电子裁切的算法。那相比较之下，两者如果说在震动不大的情形之下，其实两者的差异并不多。那其中这个 Action 4得力于这个它有这个比较多的背带，如果说你绑得比较紧的话，或者是说自拍杆握持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要用直立的方式来握而不是斜的，不是斜的几度来这个握持这个Action 4运动相机的自拍杆，那样震动会比较大。而 Pocket 3得力于这个它有3轴稳定器的因素，所以它握持的震动拍摄起来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它其实也有缺点就是说这个3轴稳定器比较娇贵不能磕碰碰，而运动相机的 Action 4是磕碰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这是两者的使用技巧。那3轴稳定器 Pocket 3的使用技巧，当然也跟这个大型的，譬如说 RS3、RS4 这个使用技巧握持是一样略为前倾15度角，那来拍摄的话会比较良好。那各位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两者的差异其实并没有很大。那不管是弱光的环境，或者是这个暗部的部分，那个底大一级压死人 Pocket 3还是有很明显的优势。那再来就是这个运动相机的这个 Action 4，它这个颜色跟这个 Pocket 3是有所不同。那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其实都是标准的709我并没有拍摄这个 D-Log M 的模式。那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 Action 4譬如说有阴影的部分，或者是比较弱光，那甚至于到傍晚的时候，它噪点就会增多，而且因为底比较小，而且它的色彩数这个比较淡饱和度会比较低那暗部会比较浓一点那这可能是它的调法。那看起来这个 Pocket 3的这个色彩的调整会比较符合我的预期那当然两者的定位有不同，一个是在运动相机，那一个定位是这个自拍的 Vlog 机那好处是Pocket 3毕竟比较新，那它画质也比较好，但是缺点就是比较娇贵，不能磕碰碰。那极限的部分，如果你的使用情形跟我一样那
运动相机可以磕磕碰碰哦，那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当然就看你的用途如何啊。那使用起来的结果，其实两者差异最主要是在这个弱光的部分哦。那稳定性就看个人的技巧如何，以及的周边的周边的配件的搭配如何。其实稳定度事实上是差不了多少。好，那各位看官，那你想买哪一台呢？好，请在底下留言，谢谢。今天就说到这边，记得订阅哦，拜拜。